这房子我先帮你买下来，登记在你名下，只要你按着计划完成学业，3年后就正式送给你。小伟的爸爸语气严肃，语气里却藏不住兴奋。谁不想18岁就有房？谁不梦想还没打拼就先拿到遗产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份提早交手的祝福可能不是礼物，而是一场考验。在民数记32章28到42节这段经文中，摩西终于答应了流便、迦得与玛拿西半支派的请求，让他们可以住在约旦河东的土地。不过摩西先立下誓言，定下条约，并找了以利亚撒、祭司、约书亚、未来的领袖和各族族长当证人。他把责任、产业与界限都讲得清清楚楚。于是这些支派开始在河东建城，取地名，有的改名，有的增建，看起来热热闹闹，仿佛应许之地已经提早降临。但请注意，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答应打完全场的战役，不是打个样子，而是跟兄弟一起征战到底。表面是先祝福再打仗，但背后其实是神在看你拿到地之后还愿不愿意为别人而战。Andrew 是一位28岁的高潜力创业顾问。3年前 Andrew 参加了一场创投论坛，与一位资深创业者 Thomas 不期而遇。Thomas 看中他的直觉与企划力，当场抛出橄榄枝。我打算开一家新公司做智慧物流，你来当共同创办人，我出资，你出脑。Andrew 眼睛发亮，谁能拒绝白纸黑字就给你股份的邀请？于是合伙协议签了，公司也成立，商业登记上他是联合创办人、执行长。问题是，这一切发生时，他还在另一家公司任职，白天忙报表，晚上参与新创策略会议。一开始他还努力兼顾，但渐渐的，时间越来越被本业占据。新公司那边只剩通讯软体上的已读不回，汤姆斯则苦撑营运，亲自跑物流厂，开业务会，招募工程师。6个月后，Andrew 终于下定决心辞掉原本工作，专心投入创业公司。他到了办公室，发现公司已经不太需要他了。你当初是联合创办人没错，但当大家最需要你时，你选择缺席。汤姆斯说得很平淡。Andrew 想辩解，可是我那时候真的走不开，我也不是不想做。没有人质疑你的能力 Andrew， 但领导人不是在产业登记上，而是在行动上。汤姆斯拿出文件，把他的职称调整为策略顾问，股份降成技术参与者的比例。这对 Andrew 来说打击极大，他原以为自己只是晚一点参与，没想到在别人眼中，他是没有打这场仗的人。流便、迦得与玛拿西支派获得神允许住在约旦河东，是基于他们愿意为同胞打仗的承诺。经文说得很清楚，他们建城、起名、分地，这一切不是目的，而是战前预备。但历史证明，他们后来逐渐与以色列其他支派疏离，甚至成为外敌首先攻击的对象。
参考《列王纪》上下、历代志等书。为什么？因为若你只建城不打仗，所谓的产业就成了孤岛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对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全心服侍，只是我能不能先稳定工作？主啊，我会传福音的，只是先让我处理完家里那摊。我们不是不愿意参与，只是不想太早承担。但神的心意是，你若真想承接产业，就该先愿意为别人征战。他乐意赐福，也乐意让你预先看见果实，但他在乎的是你是否愿意为他的国度打完整场仗，不只是签地拿字，而是亲自出征。